是我第一个问题是想请教说，小朋友在接触这些传统武学的时候，实际上大概到几岁再让他们接触到筋？14岁。他从一开始就会接触到。因为如果我们在比如说练习，确实筋也撑到，但是会不会久了，但是他很发育或什么？不会，因为肌肉量不够大，没有提供养分。你不需要去强调筋。小孩子练你不需要去强调筋，可是你要去强调什么，你知道吗？现在很多小孩子练武啊，老师给的那个目标错了，他们都是打比赛，注意力错了。对，像有的很小就去戴上拳套啊什么去打斗了，有的是表演了，给的观念是这个观念，那就错了，啊，就错了。你小孩子练，大人练，你都是你给的基本观念是什么？你在练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是唯一的目标，你的身体是唯一的目标，所以不能把那些东西变了，看不懂？跟所有的那个音乐教育也是一样嘛。我看有很多人在检讨啊，台湾的音乐教育，现在的音乐班、音乐学校那个音乐科系收不到人呐，收不到人，因为长久以来台湾的音乐教育都是从小开始就是参加比赛嘛，表演嘛，参加比赛嘛，比赛以外的曲目他们通通都不弹，都不学。表演或者晋级或者考试以外的技术也都不学，的理解都不学，家长都认为是在浪费时间，所以家长催促着老师去教不正确的东西，那老师要保住饭碗，也不得不顺从家长，是不是？所以慢慢就变偏了嘛。慢慢他到音乐学院毕业出来，他认为他前面他练的东西都很乏味，没有意义，变成会问一个问题嘛：我为什么要练这个？出来找不到工作。其实我师弟有跟我分享，他们在推广就是遇到这样。对啊。师兄，你没有遇过恐龙家长？那个对啊。只要跟升学讲台。对。他说像我们这样应该是成年人才有办法。要去教育家长啊。不管从公共媒体，还是从文字，还是从什么，是不是？你们的重点要变，不能一进馆子里面，你们都是贴着一墙的那个什么证照啊、奖杯啊，这种东西就错了嘛。说那已经变产业链，那个已经变一个。对嘛？从大学向幼婴推广到高中、国中。对啊。它已经变一个。对啊。牧场式的。如果我们要弄一个馆的话，我的馆里面要贴什么？我的馆里面会贴上次我给你们看那本书里面的那个非洲小孩子的坐姿、站姿、走路的姿态，让他们看那些漂亮的、正确的那种人的姿态。要给他看这个，不是看奖杯。你羡不羡慕这个？他是不是很美？这个姿态是不是很美？他只要知道有一个这么美的一种东西，人可以这个样子，他就会有一个向往之心。所以他在练习当中，他是以那个为目标而向往的。那你教他这样的东西，他就会接受啊。那你的里面都是放着那个锦旗啊、奖杯啊，那他向往的是那个嘛？看不懂？所以整个偏掉了嘛。整个偏掉了，我们就要去一点点的力量嘛，我们就要去把它搬回来一点嘛。所以很多馆，你说他没办法，他为生存，他为生存要这个样子嘛？问题是，你当初学武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是为了以这个谋生吗？
真正学武术的，当初在学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为我将来要靠这个吃饭的，没有的。你这样子学东西，没有师傅会教你，是不是？只有现在商业化了以后。可是你要练武术去谋生，你也是投资报酬率很划不来的，划不来的行业嘛，是不是这样子？对呀。那你去学空手道、跆拳道就行了。奖金还比较多。他们的投资奖金也没有你练国术这样多吧？没有嘛？他们的比较多，应该会比较多。啊？他们的推广是比较多。可是他们练的东西没有要国术，你要具备这么多嘛？我又要这个门派那个门派，我又要会这个拳那个拳，是不是？没有嘛？他们专心在练的东西没有这么多。我指的是这个的投资，知道吗？你开馆要去当一个育儿班的话，那空手道、跆拳道就很多了，是吧？他们也好玩啊。所以现在很多教国术的馆教小孩子全都学他们啊。什么都不会就穿个护具在那边相互踢相互打了，这都错的，跟国术的初衷是违背的。你是真正练国术的人，就不要搞这个。你是国术馆，你搞这个，那就是第一个，就是你向市场投降嘛。你要以它来谋生嘛。是不是？哦，那你就往那个方向，那你的声明就是这个样子，那你就已经不是传统国术了，是吧？对啊，哦，听不懂？所以观念指导行为嘛。是不是？你观念不对了，或者不对，不能讲不对了。你观念是这种观念，你做出的行为当然是这样子。哎，好，同样的，现在的人如果观念认为我的健康应该由谁负责？由医生啊，这么多医院，中医、西医、自然疗法、民俗疗法，一大堆的疗法在那个地方啊。健保我又花不了多少钱，外面我花个几百块、1000块，是不是这样子？如果观念是这个的时候，那他的行为对自己的身体的看法、健康的照顾，他当然是我干什么都可以啊，有问题了我就进场修理嘛。对啊，是吧？但是进场维修，你车子可以10年换一辆啊，你身体不行啊。S 网通常像我们保护里面，只要有动过刀的，通常身体都不可逆，就是顶多维持而已。对，怎么练，好像也都学不来。你要会知道怎么练，像我的腰开刀，那你就要知道我自己前面有练，对自己的身体了解，跟练习的一些经验。我自己就要知道你要怎么去练它。但是好像身体真的，不管它有没有用，其实都尽量不要去切除掉，它都有它的一些作用。这个当然嘛，尽量不要嘛。我跟他讲，非必要不要去切。对，但是会切，在以前会切一定是非切不可嘛，是不是？紧急的情况嘛，然后腿上面烂了、长蛆了，要锯掉。那在战场在那边你非锯不可啊，因为你没有长时间的调养期啊，没有那个时间跟药物去让它恢复嘛，那你就非要锯，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种手术是在非不得已的情况下做的，是不是？那现在有很多的非不得已是医生告诉你非不得已，
因为他已经排除掉其他任何的选项了。他排除掉其他任何选项，他们不相信其他的任何选项，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生病的人，我们就要自己知道还有哪些选项。哎，啊，所以如果最后真的选的都没得选了，还是相信科学吗？它也不是科学，它是科技，它是一种科学技术，它不是科学，它不是科学，因为它在不断的推翻自己，它在不断的有失败的案例嘛。因为有时候跟我一诊的医生他们在聊，他们说，其实真的就是有病，就是先看医生，再不要用一些什么自然疗法那些结果。对，所以有很多跟你讲，你这个要动手术，手术以后我能够活多久？平均存活期大概五年。你治疗要多久？你治疗可能到2年、3年、5年。我一个朋友，好几个朋友了，就是从一个癌的治疗，慢慢这个癌好了，又跑到另外一边又治疗，5年好多年的时间都在治疗，然后就死了。所以告诉你，你这个治疗你的存活期是多久？存活期是五年，你要不要治？治疗期间3年，存活期五年，你要不要治？现在的选择就是这样的选择，你知道吗？所以另外一种选择就是什么？我减轻痛苦就好，我不要治。知道吗？最后一个选项就是什么？你是不是怕死？其实到最后的选择都是。我是不是恐惧死亡？就算在治疗，我能够多活一段时间，就是我活着一段时间。是我家的猫啊，就是曾经有过这个有个肿瘤，带去给医生看，他也说就是肿瘤，真的我们已经都拍好了照，然后我后来就想说，好吧，那就给他吃好的、喝好的这样，就不管他了，我就采自然疗法，就让自己让他，就说他反而。自己肿瘤就消了，对啊，活到现在又活蹦乱跳。对啊，我就一直在想说，到底什么是对的，还是说你让它保持那个它自然而然人体器官或动物器官？我不是跟你讲吗 ？Teresa 修女啊，你知道吗？她死了以后，人家解剖检查她身体，她全身是病。全身好几个地方都是癌，你知道吗？他也没治疗啊，他还是每天还是做他应该做的事啊。所以这到最后，其实到最后的选择就是我们是不是恐惧死亡。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那说你不要为他恐惧的话，他好像就会开始慢慢抑制的。对啊，好像我看很多。这个我们不知道啦，我们也不能说鼓励别人，你有病了你就不要治疗，也不行嘛，是不是这样子？是你自己要去评估。有那么多的方式，你自己要去选择，自己要去评估。